世界首富马斯克，这位曾经豪值2.5亿美元力挺川普的男人，如今却愤而宣告将自创政党，誓言与川普抗衡。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答案就在川普最新推出的大而美法案。这项法案不仅让马斯克彻底翻脸，更可能在全球经济版图上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今天这个影片的内容，我将为你深入的解析川普大而美法案的真实内容究竟为何？为何马斯克从昔日盟友变成反目成仇的敌人？以及这场颠覆性的政策大逆转将如何冲击你的投资组合以及世界的经济？如果你渴望洞悉这场21世纪最大的政治豪赌将如何落幕，那今天这集的节目你绝对不能错过。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首先，让我们来深入了解什么是大而美法案。这不仅仅是一项法案，它更是川普为美国未来量身打造而全面改造的计划。这项法案厚达数百页，内容涵盖了从农业到国防，从税收到环保等各个领域。然而，其核心价值可以概括为3大方向：砍环保、加军费、大减税。第一刀砍环保，法案几乎把所有环保计划都砍了。简单来说，就是废除各种绿能补贴和污染治理资金。川普的想法很直接，他认为这些环保规定拖累了经济，他要的是经济增长和就业，而不是绿色计划。第二招加军费，法案的一个重要核心就是全面提升美国军事的实力，包括提升军事人员生活品质，增加造船经费，强化空中和导弹防御的力量，增强核武的力量，加强美国边境安全和反毒任务。川普的逻辑很简单，他要让美国军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没有人敢挑战美国。第三步，大减税，这部分是法案中最吸引的地方。川普推出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措施，直接让民众和企业受惠。法案永久延续了个人与企业的减税政策，豁免小费、加班费以及养老金的税收，提高地方税的扣除上限。此外，法案还提出了川普账户试点计划，政府帮每个小孩开设投资账户，从小就让你学会怎么投资。听起来很诱人，对不对？但问题是，这些钱从何而来呢？答案就是缩减对绿能以及医疗的补助。过去美国最让人诟病的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享受到高额的医疗补助，而这项法案不再是所有人都可以享受这样的医疗补助，而是如果你有好手好脚，麻烦你就必须对国家有贡献，他们必须严格审查，有贡献的人才能够领取补助，而那些好吃懒做的人就不能领到补助。此外，这个法案还透过出售石油、天然气和军火来获取巨额的收入。然而，这项政策却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它彻底得罪了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科技巨头们呐。马斯克就是第一个公开反对这项法案的人。为什么他会反对呢？因为这项法案的实施无异于向马斯克的特斯拉宣布死刑，明确的宣告美国的未来将是石油和军火的天下。你说马斯克能不气吗？你们有没有想过，马斯克为何从川普的坚定支持者转变为要自立门户成立美国党的强烈反对者呢？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段伤人友谊的转变吧。在2024年大选期间，马斯克不仅是川普的头号金主，投入超过2.5亿美元支持其竞选，甚至亲自站台造势。川普上任后，马斯克更被任命为政府效率部门 DOGE 的负责人，两人看似一拍即合，正处于疯狂的蜜月期。然而，就在7月5日，马斯克突然宣布成立新政党美国党，声称要把自由还给人民，并暗示将参与2026年的国会期中选举。这次决裂来得如此突然，其背后隐藏着4个深层的冲突点。第一个冲突是政府支出的矛盾，
还记得吗？川普原本委托马斯克负责政府效率部门，目标是大幅削减政府的开支。结果呢，大而美法案却导致军费预算暴增。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统计，这项法案将使美国政府负债增加2.4兆美元。这就像你请朋友帮你省钱，结果反而建议你去购买豪车一样荒谬啊！第二个冲突，电动车产业的重创。大而美法案全面取消了联邦电动车购买的补贴政策，同时还终止了充电基础设施的补助，这直接对特斯拉的核心市场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根据法案内容，原本每台电动车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将完全取消，这对特斯拉的销量预计将造成20到30% 的冲击。第三个冲突，太空预算的分歧。尽管军用太空预算确实大幅的增加，但民用太空探索的投资方向却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法案中提及的火星任务、阿提米斯任务和月球到火星的计划，更多是政府主导，而非私人企业的合作。这与马斯克的 SpaceX 商业模式产生了直接的冲突。第四个冲突是环保理念的背道而驰。大而美法案全面撤销了绿色新政的资金，这与马斯克一直倡导的永续发展理念完全背道而驰啊！马斯克曾公开表示，我们必须加速世界向永续能源的转变，但川普的法案却在做完全相反的事情。这让我想起历史上一个相似的故事。1930年代，德国的工业巨头们原本支持希特勒，以为可以利用他来对抗共产主义，结果最终却被反噬。商人与政治家的结盟往往以利益为始，以背叛为终。马斯克成立美国党，表面上是政治理念的分歧，实际上却是商业利益的根本冲突。这就是典型的商场现实主义。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啊。利益一致时是朋友，他们两个好的时候，马斯克甚至带着他家的小孩逛白宫，像是逛大街一样。而当利益冲突时，翻脸比翻书还要快啊！那么，川普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的战略逻辑究竟是什么呢？我花了整整1个星期研究这份法案，终于看懂了川普的真正意图。这不是什么政策的调整，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全球资源争夺战。我将其总结为一个能源、军力、霸权的循环逻辑。这个逻辑一旦启动，将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它的第一步就是要能源自主。川普正在打石油的算盘。川普的想法非常简单：美国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为何要仰赖其他国家的电池技术呢？而当我深入研究全球石油的数据时，我赫然发现一个惊人的真相。让我们来看看一下这个数据。根据2024年的最新统计，美国日产石油1648万桶，占世界产量的 18.6%， 是全球第一。听起来很厉害，对吧？第二名是沙烏地阿拉伯，日产1104万桶，第三名则是俄罗斯，日产1067万桶。但是各位观众，重点来了，如果我们审视石油的储量，情况却完全不同。这里有一个会让你震惊的事实：美国虽然产量是世界第一，但是储量却仅排全球第10名。你们知道谁拥有全球最大的石油储量吗？不是美国，不是沙烏地阿拉伯，而是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拥有高达3028亿桶的石油储量，占全球储量的 18%。第二名才是沙烏地阿拉伯2670亿桶，第三名是加拿大1679亿桶。而美国呢？美国只有470亿桶，各位，470亿桶耶，这甚至不到沙烏地阿拉伯的1/5。这代表着什么呢？这代表着川普的石油战略有一个致命的时间限制。按照目前的开采速度，除非美国能够找到新的石油来源，不然美国的石油资源可能在20到30年内就会大幅的衰减。更有趣的是什么呢？中国的石油储量仅排全球第13名，只有256亿桶。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要拼命发展新能源技术的原因之一。因为中国的领导
非常清楚一件事：没有足够的石油，就必须找替代方案来跟美国竞争。所以你看，这不是什么环保理念的问题哦，而是中国想着生存的问题。而川普这个第二大步呢，就是军力的扩张。他有了廉价且充足的能源之后，川普要干什么呢？他要建立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让我们告诉你，川普在大而美法案中的军事野心有多疯狂。首先是海军的扩张计划，川普要大幅增加造船的资源投入，目标是什么呢？他要建造更多的潜艇和航空母舰。你们知道一艘航舰艇要烧多少油吗？你们知道一艘航空母舰一天的燃料费用是多少吗？然后是空中优势计划，要投入数千亿美元发展下一代战斗机和导弹防御系统。F-35战斗机每小时的飞行成本超过4万美元，4万美元1小时，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廉价石油的原因。最疯狂的还有他要核武现代化，川普要全面升级美国的核武库，新型核弹头、新型投射系统、新型核潜艇，这需要多少钱？数千亿美元啊！还有，他还要提升太空的军力，他要加强太空的作战能力，确保美国在太空领域的绝对优势。让我们想想看，每一次的火箭发射，每一颗卫星的部署，其实都需要消耗大量的燃料啊！所以你们看出来了吗？如果他能取得全球最低廉的能源，石油、核能，这代表着美国军队可以以更低成本维持全球800多个军事基地，而且代表着可以支撑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和军事部署，还代表着军工复合体提供资源不断的订单，这也代表着它能够维持全球的霸权军事力量。想当然的，这套法案一定会让美国军工业迎来很大的订单。想想看哦，过去美国其实就透过第一次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从贩售军事武器里面获得了不少的资金。川普还是打着这个如意算盘，如果将来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还是会成为武器的供应商，大幅的贩售武器来赚取庞大的外汇。川普的第三步是资源的掠夺，这是最狡猾的一步棋。为什么呢？因为有了强大的军力，川普要干什么？他要更有效的控制全球的资源、能源、军力、霸权的循环是这样运作的。第一步，在能源自主上面降低军事的成本；第二步，他的军力扩张，增强全球的军事影响力；第三步，资源控制以获得更多的能源和财富；第四步，财富累积更能够进一步加强他的军力；第五步，他的军力优势将能够控制更多的资源。这个循环就是这样一直运作，他们一直能够享受全世界最主要的能源以及军事力量。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哦，每一轮循环都可以让美国变得更强大，同时让其他国家更加仰赖美国。但是这个策略有几个致命的弱点。第一，时间的限制。前面我们有提到，美国石油储量有限，所以这个优势可能只能维持20到30年。第二，技术的落后。在新能源技术方面，美国其实已经落后于中国，像绿能或者是电动车这些相关的技术，未来可能会更加的落后。第三，国际的反弹。过度依赖军事力量，其实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你是想想看，以色列本来只是在保卫自己的家园，现在他不只保卫自己的家园，他还打到别的国家去，甚至跟他没有相邻的伊朗，他也用飞弹还有空军去炸伊朗的核设施，这绝对会遭受到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弹。第四，内部的分裂。美国本来就有最大的反对党民主党，还有马斯克这样的科技精英也开始提出了反对这个策略。各位观众，这就是为什么马斯克与川普决裂的根本原因。马斯克看到的是未来，而川普抓住的是现在。这场分歧本质上是关于美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根本性争论，一边是石油帝国的最后辉煌，一边是科技创新的无限可能。但是要真正理解这场博弈残酷的程度，我们必须深入剖析川普这个战略循环的第三步是如何实施的。
而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阴谋和快速用飞弹打击伊朗核能设施的计划。俄乌开打之际，大多数人认为美国支援乌克兰是一项很友善的人道行为，但现在川普上任之后，我们看到的这绝对不是无条件的慈善援助，其背后有着精密的经济算盘。让我们看看具体的数据。乌克兰拥有价值高达 14.8 兆美元的矿产资源，其中包括世界最大的稀土矿床之一的诺佛波塔夫斯克矿床，其开发需要投资3亿美元。更为关键的是，乌克兰约一半的稀土矿位于俄罗斯的占领区，价值高达 7.5 兆美元的矿产资源位于乌东这4州。这也正是这场战争如此重要的原因。2025年4月17日，乌克兰与美国签署了矿产协议意向备忘录。协议的核心要点包括设立乌克兰重建投资基金，乌克兰自愿提供矿产开采权给美国的企业，范围不限于矿产，还涉及能源基础设施等。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承认，这个协议目前仍仅是框架，并未提供乌克兰具体的安全保障。换句话说，美国要的是你的资源，给的只是武器和贷款，但它不能给你安全的保障。这让我想起19世纪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英国表面上是在保护印度，实际上却是在掠夺印度的资源。1757年普拉西战役后，东印公司控制了孟加拉，每年从印度掠夺的财富相当于英国 GDP 的 10%。这些财富为英国的工业革命提供了根本的资金。而今天乌美的关系是否也隐含着相似的影子呢？美国提供武器，乌克兰提供资源和市场，这就是现代版的收取保护费的模式。川普不打算做免费的援助，其实背后更是大国与大国之间的博弈。可是历史告诉我们，这种单纯依靠资源和军力的模式，真的能长期维持霸权吗？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吧。从大国兴衰的脉络中，探讨川普的策略是否明智，以及技术创新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历史上，强权的更迭往往伴随着技术与制度的创新。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创新一直是强国的根本。中国发明了火药，改变了战争形态；发明了指南针，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发明了造纸术，推动了知识的传播。让我们再看看其他国的案例吧。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在英吉利海峡遭遇重创，这场战役标志着西班牙海上霸权的衰弱。尽管西班牙拥有来自新大陆的丰富黄金和白银，但英国凭借着更为先进的航海技术、火炮技术以及更灵活的海军战术，成功击败了看似强大的对手。这证明了单纯的资源优势在面对技术创新时，并非决定性的因素。让我们再看看荷兰的例子。17世纪，荷兰凭借其在造船技术，如轻便的飞简船和金融创新，就像阿姆斯特丹银行建立现行的银行制度，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创的股份制企业模式等，它这些技术上的领先，成为全球贸易和金融的中心，开启了大黄金时代。然而，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英国在蒸汽机、纺织机械等新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后，并建立起更为完善的工业生产体系，逐渐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超越了荷兰，确立了其日不落帝国的地位。而英国呢？19世纪末，大英帝国达到鼎盛时期，控制着全球1/4的土地和人口。然而，英国过度依赖传统的煤炭和钢铁产业，对新兴的电力、化工等技术投入不足。与此同时，美国则大力投资技术研发和大规模生产的模式，如福特的流水线，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迅速崛起。2次的世界大战进一步消耗了英国的国力，而美国则通过租借法案等方式，逐步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经济和科技的领导者。我们来看看日本。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试图通过控制东南亚的石油资源来挑战美国。然而，美国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持续的技术创新能力，最终在二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那我们再谈谈苏联吧。1991年，苏联解体。尽管苏联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以及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在资讯技术、民用科技等领域的创新上，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最终因经济和体制问题而走下崩溃解体。所以这些历史案例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资源和军力固然重要，但技术创新才是决定国家长远发展和全球权力格局的决定性力量。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都伴随着全球力量的重新洗牌。造纸印刷革命造就了古代中国的文明领先地位，航海技术和金融创新造就了大航海时代的荷兰，蒸汽机等工业革命造就了英国，电力革命成就了美国，资讯革命又再次巩固了美国的地位。那么当前正在发生的 AI 人工智慧和新能源技术革命等，又将成就谁呢？